中国推动中东和解进程积极成果进一步显现。上个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同意恢复外交关系，意味着沙伊这对宿敌在中国斡旋之下实现历史性的握手言和。此后，中东多国相继达成和解或关系缓和，高层访问进入频繁期，国家间关系明显好转，一个多极化的中东正在形成。4月17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分别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强调中国愿为以巴双方尽快恢复和谈发挥积极作用。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奇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明确立场，感谢中方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并独立建国，欢迎中方所做的一切努力。以色列外长科恩表示，感谢中方愿为解决以巴冲突提供支持，以方致力于推动局势降温，但这一问题短期内似难以得到解决。以方重视中方影响力，高度关注伊核问题，期待中方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斡旋的中东巴以和平谈判已经停滞了将近10年，而且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埃及金字塔报专栏作家贾巴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外长主动与巴以双方同行通电话，说明中国做好了斡旋巴以冲突的准备。中国的行动将进一步缓和复杂的中东局势，使巴以矛盾朝着通过和平谈判加以化解的方向发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唐田波对深圳卫视表示，中国之所以能在调停中东问题上持续发挥作用，视野、担当和力量3个关键词十分重要。这个力量一方面是来自于道义的力量，因为中国始终就是说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另外一个力量也是来自于中国这个国家本身的分量，因为在阿以冲突中，我们一直知道以色列它是比较强势的一方，然后你对强势的一方去施加影响的话，你自己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分量，有一定的力量，有一些就是说他希望你所做的事情。我们从这一次就是秦刚外长通话的过程中，以色列方面也提到了，以色列很关心伊核问题，也希望中方去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一种力量的体现。随着中国主动斡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实现复交，使得中东多国逐渐走上和解之路。伊朗外交部17号表示，伊朗总统莱西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已互相邀请对方访问各自国家。近日，多个阿拉伯国家相继表示愿意与叙利亚实现和解。14号，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埃及、约旦、伊拉克等国外长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举行会谈，讨论叙利亚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事宜。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已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正式邀请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出席今年5月举行的阿盟峰会。如果成行，这将是10余年来22个阿盟成员国首脑首次齐聚一堂。另据英媒18号报道，2017年遭周边阿拉伯国家集体断交的卡塔尔正与断交国之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着手恢复外交关系，两国有望在数周内正式复交，预计会在6月中之前重开大使馆。与此同时，也门问题也迎来曙光。近日，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在也门首都萨那与胡塞武装领导人会面，双方就结束敌对、实现持久和平、构建框架共识等议题进行广泛磋商。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参与和谈的各方合作意愿较强，且对话发生在中东局势缓和、沙特和伊朗复交的大背景下，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17号，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释放了104名被俘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同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中方希望也门各方顺应地区潮流，响应人民呼声，抓住有利机遇，付出更大努力，争取在政治解决也门问题方面尽早迈出实质步伐。法国24电视台称，中国的积极斡旋是推动中东多国实现和解的重要因素。土耳其沙巴日报称，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是促进中东地区安全的重要一步。伊朗德黑兰时报则称，中东多国相继达成和解或关系缓和，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也折射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逐渐衰弱。与中方积极劝和促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近美国在中东地区动作不断，还派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密访沙特并施压。
本月8号，美国海军还向中东地区部署了佛罗里达号核潜艇。美联社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就近期局势向伊朗展示武力。在中东迎来和解潮的大背景下，美国的持续搅局也引发外界担忧。伊朗总统莱西在当地时间18号参加该国建军节阅兵式期间就公开表示，美国和外来势力应该撤离中东地区，因为外来者的存在威胁到了地区安全。پیام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و پیا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پیام ملت ایران آن است که نیروهای فرامنطقه‌ای به ویژه نیروهای امریکایی هر چه زودتر منطقه را ترک کنند به نفع خود و به نفع منطقه است。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在中东长期玩弄的拉一派打一派式的分化伎俩已经玩不转了。随着美国霸权的削弱，中东国家有了更多发展多边主义的机会，而中东各国正开始评估这一新的局势，以便寻找改善关系、共同发展的方法。唐田波告诉深圳卫视，不仅像伊朗这样一贯反美的国家在批评美国，一些美国的亲密盟友跟美国在各种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公开化，比如乌克兰问题、石油产量问题和叙利亚问题。虽然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投入增加，但影响力却在下降，而美国霸权是造成这些裂痕的关键。因为美国的军事存在，甚至就是穷兵黩武的这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和平和稳定。后来美国基本上都是灰溜溜的撤军了，然后其实是把烂摊子留在了当地，然后是一种相当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美国的军事存在，很多时候确实并没有对地区安全或者地区稳定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或者是正面的因素。最近，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巴以外长通话，强调中国愿为巴以尽快恢复和谈发挥积极作用。在推动沙伊复交之后，中东地区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时与巴以外长通话，表达了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同时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管控局势，防止冲突加剧甚至是失控。中方在中东地区外交的一连串的动作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外界对中国调解巴以问题呢，也是抱有期待。在推动沙特和伊朗复交之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角色和影响力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然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劝和促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中东和平和谈判的重要推动者，最终能否实现和谈与和解，还是要看当事方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呢，中东地区是否出现了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调解外交既需要外交智慧，更需要顺势而为的洞察力和意志力。中国推动沙特和伊朗两国复交，可以说是劝和促谈的杰作。双方很快确定了复交的程序，互设大使馆。两国的领导人呢，也发出了互访的邀请。未来可以期待呢，沙特和伊朗两个中东大国时隔多年后携手合作。至于沙特和伊朗复交与和解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中东地区经历了10年多的动荡之后，各国期待和平与稳定。此外，全球能源结构呢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美国能源自给，并且成为出口国，新能源开发方兴未艾。中东产油国在全球地缘战略中的角色蜕变，抱团取暖的需求在上升。此外，美国从奥巴马以来的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中东地区回撤。21世纪第一个10年，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强势干预结束了，尤其是从伊拉克到阿富汗撤军之后，中东地区迎来了建立自主的安全结构的机会窗口。当然呢，这些结构性原因未必就能够带来和平与和解。中国一贯的立场和原则赢得了中东国家的尊重。在中国的推动之下，沙特和伊朗实现复交，而沙伊复交则打开了中东复杂形势的一个结。作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沙特和伊朗复交意味着整个中东局面好转。最近中东多国频频出现良好的互动，比如说巴林和卡塔尔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伊拉克和阿曼正积极地调解埃及和伊朗的关系，土耳其和埃及宣布在恰当的时候将双边关系恢复至大时机，以及叙利亚重返阿拉伯大家庭的前景等等。整体来说呢，2010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形成的冲击和震荡逐渐过去，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以及卡塔尔与海合会的僵局呢，都进入了良性的互动轨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巴以问题或可能成为中东地区主要的热点问题。
同时，在中东地区局势向好的背景之下呢，中国推动巴以和谈也就有了更加充分的条件。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